成唯识论，你以为有个你在看世界，其实是8个识在合谋。请你现在就做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抬起头看一眼你面前随便什么东西，一只杯子，一部手机，一扇窗，就这么一眼，不到1秒钟，你大概觉得这是一个完整的一次性的动作。我看见了那个东西，一气呵成，理所当然。但成唯识论会告诉你，刚才那一眼背后至少有8套程序同时开机，分工协作，才拼出了你以为天经地义的那个画面。而最让人不安的是，这8套程序里里外外翻个底朝天，你都找不到那个发号施令的我。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我们这个用现代语言解构佛学经典的系列，一路从阿含经走到般若，走到龙树的中论，今天终于走到了整个唯识学最硬也最迷人的一部大书《成唯识论》。这部书不是一个人写的，它是玄奘从印度背回来的10位大论师对释亲那部唯识30颂的注解，由玄奘亲手揉成一部。关于玄奘当年为什么要去印度，那烂陀寺里发生了什么，我在历史脉络那个系列里讲过完整的故事，这里就不重复了。今天我们只干一件事儿，钻进这部书的正篇，看8个识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但在钻进去之前，我得先说一句掏心窝的话。上一期讲唯识，有位朋友的留言我一直记到现在。他说，王立杰，你这个人有点矛盾，你一边讲事件是真的，故事是大脑脑补的，一边自己又搭了一整套更精致的名词故事。阿赖耶识是底层硬件，三字性是软件逻辑，止观是补丁，唯识30颂是宪法。结果观众还没看见那个事实，就先一头晕倒在你搭的架构里了。他说的特别狠，叫挡住了小抓，挡不住大田。这句话戳得很准，我服气。所以今天我把话先放在前头。8识这套系统，它本身也是一根指月亮的手指，是一条过河的筏。我讲它不是要你把这8个名词供起来天天念，我是想借它帮你看见一件你一辈子都忽略了的事。你以为那个稳稳当当从早到晚一直在场的我，其实是被一刹那一刹那临时拼出来的。看见了这件事，这套架构就可以扔，法上应舍，何况8个名词。好，我们回到那一眼，你看见杯子的那不到1秒，里面发生了什么？第一层是前5识，眼、耳、鼻、舌、身，对应5种感官。你可以把它们想成5个传感器或者5个摄像头，他们干的活极其纯粹，只负责接收最原始的信号。眼识接收的其实不是杯子，而是一团颜色、明暗和边缘。他不认识杯子，他不会评价，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看见的是什么。它就像相机的感光元件，咔嚓一下把光变成数据，仅此而已。注意，到这一步，世界里还没有杯子这个东西，只有一堆没被翻译的原始信号。我给你一个1秒钟就能体验到的例子，你去听一段你完全不懂的外语，比如一段阿拉伯语广播，你的耳识接收到的声波和一个阿拉伯人接收到的一模一样，分毫不差。可是在你这儿，它就是一团没有意义的噪音，在他那儿，它是一句清清楚楚的话。差别不在耳朵，不在前5识，差别在于它的硬盘里存了那门语言的种子，而你没有。同一个原始信号进了不同的系统，被翻译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你听到的从来不是声音本身，你听到的是被你的系统加工过的声音。真正把这堆信号翻译成一只杯子，把那团声波翻译成一句话的是第6识，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意识。这里我要特别纠正一个流行的比喻，因为上次也有做技术的观众提醒我，很多人喜欢说第8识阿赖耶识是操作系统，其实在计算机的逻辑里不太对。真正像操作系统，又像渲染引擎，又像中央处理器的是第6识。它接过前5识送来的原始信号，瞬间调出记忆，给它贴上标签，这是杯子，这是我的杯子，这是昨天那个朋友送的杯子。然后他做判断，好看不好看，干净该洗了，然后他做决定，要不要伸手去拿。佛学有句话形容第6识的分量，叫动身发语，独为最。
你的身体做了什么动作，你的嘴说出了什么话，最后那道指令都是从第六识发出去的。前五识只管感知，它不造业。第六识一开口一动念，业就造下了。讲到这儿，画面已经很完整了。一个传感器阵列，一个超强的处理器加渲染引擎，听起来一台够好的相机加一台够强的电脑好像就能搞定。那佛学为什么还要往下说两个识？因为还差两件最要命的东西，一个是我的感觉，一个是这一切的记忆。先说我的感觉，这是第七识，莫那识，它是整套系统里最安静也最固执的一个。它不处理外面的世界，它不分别杯子是红是蓝，它从你出生到现在每一刹那都在背景里不停地干同一件事。它死死盯着第八识那个仓库，把那个仓库误读成我。佛学给它的运作起了4个字，叫恒审思量。恒是永远不停，连你睡着了它都没下班。审是反复琢磨，反复确认。思量的对象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那个我。你可以这么理解，第六识是个忙碌的闪烁的前台，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而莫那识是后台一个永不退出的进程，它只运行一行代码，而且日夜不停的运行。这是我，这是我的，这是我。你之所以觉得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是同一个人，你之所以觉得有一个连续的单一的稳定的我在经历这一切，靠的就是这个后台进程在不知疲倦的缝合。它就是那条把所有碎片缝成一个我的缝合线。这个莫那识平时你感觉不到它，但有一个瞬间它会突然现形，就是别人不经意说了你一句，可能只是随口一句玩笑，你却像被人扎了一刀，火噌一下就上来了。我们之前聊过，为什么别人随口一句话你会听成一把刀，现在你有了更底层的答案。那一刀不是砍在你的耳朵上，是砍在莫那识死死抱着的那个我上。任何对我的轻微触碰，莫那识立刻拉响警报，调动整套防御。你以为是你在生气，其实是那个被执着出来的我在感觉自己受了威胁。哪天你能在火上来的那半秒看一眼，哦，是莫那识又把这当成我了，那半秒就是修行真正发生的地方。最后一层，第八识，阿赖耶识。我刚才说它不是操作系统，那它是什么？它更像一块永远不断电永远不关机的硬盘。你这辈子所有的经历、情绪、念头、伤害和爱，都以一种叫种子的形式默默存进这块硬盘。它不在前台露面，你感觉不到它在运转，但它一刻没停。它一边把种子变成你当下的现行，你此刻的脾气、习气、喜好都是种子在发芽，它一边又把你当下的每一个念头、每一个行为重新熏成新的种子存回去。种子生现行，现行又熏种子，这块硬盘就是你整个生命的底层数据库。这个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的循环听起来抽象，其实你每天都在亲手操作它。你拿起手机刷了一条短视频，这是一个现行，这个动作悄悄往硬盘里熏进去一颗种子，明天同一个时间，同一种无聊的感觉一冒头，这颗种子就发芽，把你的手又一次推向手机，这又是一个现行，又熏一颗更粗的种子。一个礼拜下来，这条神经通路被你浇灌的又宽又深，于是你有了一个忍不住刷手机的习惯。佛学不说习惯，佛学说你给阿赖耶识里那颗种子浇了1个礼拜的水。你之所以是今天这个你，不是命中注定，是你过去无数个现行一滴一滴熏出来的。听起来有点吓人，但反过来想，这恰恰是希望所在。既然是熏出来的，就能重新熏。好，现在8套程序都登场了，前5识接收，第6识翻译加决策，第7识在后台执着一个我，第8识在底层存储一切。我们把刚才看杯子那一眼用慢动作再放一遍，你就明白什么叫运作。光打进眼睛，前5识把它变成一团原始数据 0.0 几秒，第6识接住，从硬盘里调出杯子这个概念，给它命名、判断，唤起昨天那个朋友的脸 0. 几秒。与此同时，第8识那块硬盘一直在供货，
没有他存的种子，第六石根本认不出杯子。而整个过程从头到尾，莫纳什在最底下一声不响地兜着底，把这一连串运算统统打包成我看见了一只杯子。8个石不是排队一个接一个，是几乎同时层层叠叠的一起转。快到什么程度？快到你完全没有察觉中间有任何拼接，你只感觉到一个浑然天成理所当然的我看见了。这台机器最高明的地方就是它把自己藏得严严实实，让你以为根本没有机器，只有一个赤裸裸的直接的我。现在请你停下来问一个问题，这8套程序谁是老板？谁在指挥他们？谁坐在中间那张椅子上看着这一切，拍板说好，我决定了。你下意识会觉得当然有啊，那个老板就是我嘛。我的眼睛在看，我的脑子在想，我在做决定。脑子里好像真有那么一个小小的我，坐在一个小剧场里，前面一块屏幕，把眼睛耳朵送来的画面声音都汇总到这块屏幕上，然后这个小我一边看一边指挥。这个画面哲学家丹尼特给他起了个特别精准的名字，叫笛卡尔剧场。而且有意思的是，这不是个别人的错觉。有一项2000多人参与的心理学研究专门测过，绝大多数人凭直觉都会认为意识就发生在大脑里某一个集中的具体的小区域，就好像那里真有一块屏幕，真有一个观众席。但是神经科学家把大脑翻了个底朝天，找不到这块屏幕，也找不到这个观众，没有哪一个脑区是那个总指挥部。丹尼特提出的模型叫多重草稿，大脑里同时跑着无数条并行的、互相冲突、不断被改写的信息流，根本不存在一个让他们最后汇总、统一播放的中央剧场。你发现没有？这正是陈唯识论在1000多年前就描述过的图景。8个石各干各的，并行运转，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总指挥。所谓的我，不是这台机器的操作员，我本身只是这台机器跑出来的一个结果。而且今天有一个东西把这件事演示的比任何时候都清楚，那就是大语言模型。你跟 AI 聊天，它对答如流，你几乎忍不住觉得对面坐着一个他，一个有想法的家伙。可你要是真去那几千亿个参数里翻，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住着那个他，没有哪个参数是他的自我，没有哪一层网络是他的中心。所谓的回答是海量参数在那一瞬间协同算出来的一个结果，仅此而已。一个连续的像有人格的他，是这台机器跑出来的效果，不是机器里真有那么个东西。你看，硅基这边没有中心，碳基这边也没有中心。1000多年前印度那几位论师靠纯粹的向内观察，就把这个没有中心给写下来了。这是我每次讲到这里都觉得脊背发凉的地方。那问题就来了，既然没有总指挥，我们为什么感觉这么连贯、这么无缝、这么真切的有一个我？答案就是刚才那个最固执的莫纳什，他每一刹那都在背景里执着，把那个分布式的乱哄哄的运算过程强行读成一个统一的连续的我。这个无缝感不是因为真有一个我，而是因为有一个进程在不知疲倦的伪造无缝感。神经科学这边也给了一个特别像的说法，有学者认为自我感本质上是大脑做的一次数据压缩。外面的世界、身体内部的信号、过去的记忆，信息量大到没法处理，于是大脑把这一团乱麻压缩成一个简单好用的标签，叫我，方便你在这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里快速做决定，保命求生。佛学管这个叫我执，科学管这个叫压缩，两边用的词天差地别，但手指指的是同一个月亮。那个我是一个功能，不是一个实体，是个动词，不是个名词。我再补一笔，让这个画面更立体一点。8个石在唯识学里叫心王，是8个王，但每个王身边都跟着一群随从，叫心所。比如最基本的几个，触是识和对象一接上头，作意是注意力转过去，受是那一瞬间的舒服或不舒服，想是抓取那个形象，思是推动你去行动。所以你以为的我冒出了一个念头，从来不是孤零零一个石在动，而是一个王带着一整队随从一起出动。一个最简单的起心动念，
背后是一个小型团队的协同作业。讲到这里，那句最关键的话可以说出来了。你找了一辈子的那个我，从来不在某一个时里，它不在眼睛里，不在念头里，不在记忆里，它在8个时协同运算的之间。就像彩虹，它不在任何一滴水珠里，可它又确确实实由无数水珠共同显现出来。你伸手去抓那滴我，永远抓空，可你又分明每天都活在那道彩虹里。好，到这儿你大概能体会成唯识论为什么要把这套机制拆得这么细致，这么不近人情。它不是为了考你记不记得住8个名词，它是在死磕一个最古老也最扎心的问题。既然根本没有一个固定的我，那到底是谁在受苦？是谁在轮回？又是谁坐在这里听我讲修行？他的答案冷静得吓人，没有谁，只有这套系统在一刹那一刹那的自己运转。但你注意，这个答案一落地，立刻就炸出一个更要命的问题。如果我只是8个时拼出来的一个运算结果，那么这套运算能不能改？硬盘里那些决定你脾气、决定你命运的种子能不能被复写？那个在后台日夜不停把一切误认成我的莫那时，能不能哪怕停下来1秒？有位观众的留言，我觉得比我讲的还透。他说，修行也许根本不是把仓库装修得更整齐，不是给每一样东西都找一个更妥帖的存放位置。修行也许是反过来，是去看清我为什么一直放不下，一直想给这些东西找地方存放，到最后甚至连那个忙着整理仓库的管理员也一起放下。这才是成唯识论真正的下半场。今天我们只是把这台机器拆开，看清了它有几个零件，怎么转。至于怎么让这台一直在伪造我的机器慢慢安静下来，那是更深的功夫。最后我想问问你，下次你安静下来的时候，试着往里找一找那个我。我好奇的是，你找到的到底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还是一个正在找的过程本身？把你找到的写在评论区告诉我。我是王立杰，我们下期见。